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马上圣诞节啦，今天我们来做个下满雪的屋顶蛋糕应景吧。今天这个抹茶蛋糕胚用的是小山进大师的舒芙蕾蛋糕卷配方，蛋糕口感特别细腻、松软轻柔，而且大师的配方里把蛋黄和蛋白都给出精确的克数，这样做起来成功率也很高。准备一个28厘米的方形烤盘，里边铺上油纸或者油布，烤箱里放一个烤盘，然后预热190度。抹茶粉和低筋面粉放在一起过筛2遍，牛奶和黄油放在一起，用最小火加热融化。蛋黄里加入细砂糖和香草精，先搅打均匀，没有香草精也可以不加。这个蛋糕属于一个分蛋海绵蛋糕，我觉得它的精妙之处是在制作方法，是海绵又像戚风，最后做好的蛋糕糊不怎么消泡，还很细腻。打散以后，把蛋黄糊放到热水上，一边搅拌一边加热，让它升温到40度，然后再拿下来继续打发，就打到它变浓稠了就可以了。放在一旁盖上点，然后再来打蛋清，蛋清里加点白醋，砂糖可以分3次加，也可以一次性全加进去。刚开始先用低速打，然后再转中速，再转高速。正确打发蛋清的姿势是转盆儿，不是转打蛋器。最后就打到它形成一个小弯钩，湿性发泡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接下来是重点了，你们看一下啊，蛋黄糊再搅拌一下，先把1/3的蛋白放到蛋黄糊里混合均匀。你想怎么搅都可以，这一部分就是要牺牲掉的，所以画圈搅也没关系。然后把所有面粉再筛到这个蛋黄糊里。通常做分蛋海绵都是蛋黄、蛋白全部混合好以后再筛入面粉，但是小山进大师的做法是先加粉再和蛋白混合，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，这样面粉能充分和鸡蛋混合，拌好以后非常细腻也不消泡。混合均匀以后，面糊再加入到剩下的蛋白里，这样是不是就很像戚风了？可以先用蛋抽这样切拌，拌差不多了，然后再换成刮刀，看这个面糊是不是很细腻？以前做海绵蛋糕哪有这么细腻的？再用刮刀拌一拌，给它拌匀。黄油和牛奶融化以后，要一直保持60到70度的温度加入到蛋糊里，这样才不会消泡。把黄油牛奶拌匀，加入一些拌好的抹茶面糊，给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拌匀了，然后再倒入到这个大盆里，再用刮刀翻拌均匀。再把面糊倒在烤盘里，抹平，然后震几下，把里边的气泡震出来。放到烤箱的中层，要给它放在这个烤盘上，等于是它底下多一层烤盘，这样能出毛巾面。180度烤13到15分钟，根据自己的烤箱情况，看看需不需要留个门缝。我这个烤箱是需要留个门缝的。烤蛋糕的时候可以把奶油打了，在奶油里加糖，把它打发，打到不怎么流动的状态就可以，基本上属于9分发。蛋糕烤好以后震一下热气，然后把它脱模，再把这个油布的4边揭开，就这样给它晾着。等它差不多马上就凉了，然后再给它翻面，把油布揭开，看漂亮的毛巾面就出来了吧。给它对半切开，切成4份。然后把蛋糕上抹上奶油，把4片蛋糕摞在一起。摞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把切面跟切面对在一起，边跟边对在一起。最后再统一把边都切掉就好了。然后对半切开，
把它放倒，再对角切开。再给它们立起来，这样2个对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屋顶的造型了。把中间抹上奶油，然后把它们粘在一起。接下来要在它的最外侧挤上奶油，这个奶油如果打不好，挤出来很粗糙，我觉得不好看。刚刚用剩下的奶油，再加入120克奶油和6克糖，再给它打发。但是这次不要打到刚才那种状态了，打到8分发比较合适。就是你把这个盆立起来，你看它会缓慢的流动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状态你挤在蛋糕上，它不会流下去的。然后装一小部分奶油到裱花袋里，最好用2层裱花袋，盆里还会剩一半奶油。如果有圆形中号裱花嘴就用上，我有，但是我不用，因为我想给没有的人看，没有裱花嘴也能行。把裱花袋绞一个口，然后就这样挤在蛋糕的侧面，从最下层挤，最下层不要留空间，都挤上。这个时候其实我是想给你们演示的，用一个小勺子操作，但是没想到我的手给挡住了。你们可以看下一个没有挡住，手法都是一样的。在这个中间的位置再挤上3个球，然后可以用小勺子就这样抹一下，但是每次都要擦干净，然后再抹下一个。就这样一层一层，最后给它把最上边都装饰好。用刮刀的好处就是因为刮刀是平的嘛，你可以把它蹭在盆里，就不用擦了。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，因为手热嘛，所以你的奶油会越来越粗糙。当你发觉挤出来的奶油粗糙了，那你就把奶油挤回盆里，再给它们都拌匀就好了。那如果盆里的奶油全都变粗糙了怎么办呢？那就再倒点新鲜的奶油进去，再搅拌一下就好了。可以看一下奶油从底下到上面的变化，最下边是最比较光滑的，然后上边就会稍微粗糙一些。两边的奶油都挤上以后，可以先放到冰箱里冰一下，然后1克抹茶粉加一点点淡奶油，给它搅拌均匀，一直搅拌到这个抹茶粉没有颗粒了。这样就差不多了，然后再加入剩下的打发过的奶油，少量分次的添加，调到你想要的颜色就可以了。这个绿色的奶油只需要一点点，不会很多。再装在裱花袋里，剪一个小口，这样挤在顶部就可以了。侧面可以放个草莓，再撒点糖粉。哇，下雪啦！这样咱们这个圣诞屋顶蛋糕就完成啦。蛋糕特别的松软，吃下去真的就像海绵一样，很细腻，很绵软。啊，我的屋顶塌了！那今天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别忘了帮我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、转发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